大家好，美伊停战14天协议终于落地，石油暴跌，全球大涨，你赚到了吗？我上一期影片已经用各种数据告诉大家，这个底部已经出现，就差一把火了。而且从战争以来，我都是小跌小买，大跌大买。现在股市持续下跌的左侧投资已经基本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讲一下股市反弹的右侧投资策略。声明一下，本影片都是我的个人投资笔记，自己的想法，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那接下来买什么，怎么买，不是根据感觉，而是用逻辑推演的概率，根据概率进行投资。达成14天停火方案，里面什么10点方案、15点条款之类的，我们其实都不用看，全都是纸面文章。关键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有没有船通过。所以未来14天会有3种结果。海峡真的全部通航，概率有 30%， 这时候的油价会跌到80美元，标普会反弹到6900点。这是美国和伊朗在未来的和平协议的起点。如果我们正式确认有大量船通过，这就会有第二波大涨。第二种情形就是海峡半开半关，伊朗革命卫队仍然要求逐船审批、限制国籍、限制货物类型，这就是典型的谈判筹码式停火。这个概率有 40%到50% 左右。这个时候油价会在90到100上下波动。今天股市上涨之后就会慢慢回落，之后横盘。这个时候股市就很难有第二波爆发式的这种反弹，但是它的整体的底部是逐渐提高的，大盘会缓慢上涨。第三种情况就是最差的，概率有 20% 到 25%， 就是协议破裂。这个伊朗内部开始分裂了，相互夺权，伊朗革命卫队阳奉阴违，嘴上说停火，然后呢，下面就开始什么技术性延误，不打开海峡。而这时候以色列会又因为忌惮这个革命卫队又发起攻击，美国、以色列还有伊朗这双方都有内部力量破坏停战协议。因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接受美国停火协议之后，发布了一个公告，说了一句话：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我们的手指仍扣在扳机上，敌人若犯下丝毫错误，都将遭到我们全力的反击。如果谈判破裂的话，油价会重新冲到110美元，大盘整体下跌。但这个也是好事，这是我们第二次加仓的黄金窗口。无论接下来情况如何，在证券账户中准备一些现金是明智的选择。还没有开木木的朋友，可以先把木木的开户奖励领了再说。美国朋友可以点击我影片下方的链接开户入金，领取 8.1% 的现金利率和价值1000美元的英伟达赠股。不管你是否从这波行情中获利，领取木木的福利总是稳赚不亏，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朋友也可以点击链接了解专属的本地优惠。好了，根据以上的概率分析，对于老手和新手就会有不同的策略。对于老手，像我一样一直在左侧定期买入的大跌加仓的朋友，到现在平摊下来的成本会很低。现在只要一涨，大部分股票都会变成正收益。所以暴涨这一段你肯定是吃到的。所以策略是持有观望。如果接下来48小时内海峡如果真的有大量通航，那这个大盘和科技股就会有第二波大涨。如果没有大量通航，反弹比较高的科技股会回吐一部分涨幅，但是它并不会比以前跌得更低。所以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大头持有不动，不要追高。对于像美光啊、SNDK 这种高贝塔的波动非常大的股票，可以逢高卖出 10% 到20% 的仓位，收割一部分利润，等回撤再买入。现在追高非常危险，因为未来不确定。等到未来真的又再打起来，海峡又封锁，那我们这个老手们就有第二次大的机会，大力加仓科技股啊，谷歌、英伟达、泰瑞达、康宁、台积电、KLAC、AMAT、阿斯麦、半导体指数 SMH、商品金矿 JDX、铜矿 COPX、太空 ETF、UFO 等等的。这个大方向选好之后，龙头股票 ETF 好的其实就那么几个，你只要轮动定期持续买入就没有问题。从战争以来和我一样越跌越买的朋友，请在下面给我留言或者是点赞，因为我们都是聪明的投资者。对于新手策略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现在仓位比较少，而且看到今天暴涨，这个心态可能会变得更加激动，很容易 FOMO。这些朋友肯定会给我留言说问还有机会吗？现在追涨还来得及吗？新手们要记住，你们现在是反弹右侧加仓，成本会比我们高很多，容错的空间比我们就小很多了，不小心就会亏损。所以新手们必须更加保守，要记住一句话：赚钱的机会有的是，钱永远都赚不完，关键就是不要亏本。所以如果你是新手，仓位还比较低，那就需要3步走。第一步，今天晚上美股暴涨 2%、3%，
科技股暴涨4%、6%。这个时候最错误的操作就是马上开盘追进去。今天暴涨的原因，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是市场情绪冲击波。海峡有没有正式通航还不知道，伊朗会不会再打起来也不知道。在右侧投资必须是要等消息验证之后再动手。为什么？我会在后面的量化投资的原理给大家讲。总结第一点就是少赚第一波暴涨，但能避开消息被证伪的时候的那个暴跌。暴跌的时候可能就不止3%、5%了，可能10%啊。然后第二步，新手不要去选行业，不要去选个股，就买一个东西，美国的宽基指数 VOO、SPY、QQQ。新手练的不是看股票的基本面，也不是看政策，是要体会这个投资的心理。买投资美国公司的这些宽基指数，你不会因为亏损斩仓，只要持续加仓，你就会赢。有的朋友给我留言问这个 ETF 全球股市指数 VT 怎么样？这个指数是投资美国、台湾、中国、日本、加拿大、欧洲等等的全世界的国家的优质公司，非常分散。但是我没有买，为什么？因为短期来看，这个 VT 指数是跑赢美国的，但是长期来看，全球盈利的发动机还是集中在 QQQ 和 SPY。现在整个世界的情况就是，美国是经济的发动机，日本、台湾、欧洲、加拿大很多公司都是靠着美国的这些大公司吃饭的。所以如果你是特别长的长期投资，想要收益最大化，我就建议你选 QQQ 和 SPY。 稳健的朋友 SPY 占大头， QQQ 占小头。想要激进的朋友，那就是 SPY、QQQ 一人一半。第三步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右侧买入的策略原理。现在的市场就是准备向右侧转向上涨的趋势，这个时候买入，你就必须知道一个事情，叫做趋势投资，在量化里叫做动量策略。它的核心理论就是，过去涨得好的资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可能继续上涨，而且概率非常大。这个不是感觉，它是来自很多量化投资论文的结论，还有历史回测的经验。它的深层机制就是，一旦有世界什么大事确认之后，大机构会把确认的消息输入到模型中，计算机会按照他们的指令购买。但是这些大机构所有的资金都是几百上千亿的，它没办法一次性在一天内把所有的资金全部都投入一个股票或者是一系列的，所以他们会逐渐的建仓。这个建仓的时间可能有1个月、3个月或者是半年，这个时间差就给 ETF 个股有一个上行的趋势和能量。所以你想要在右侧上涨的时候买入，它的策略就必须等消息落地后再买。在消息前买你也可以啊，这个就看你的命了。因为你猜准了，这股市就大涨；你猜不准，这股市咔嚓一下就掉下去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动量原理之后，你就可以把钱分成4份。第一份就是要等霍尔木兹海峡确认了，大约有50%以上的这种船可以正常通航，这就验证了停火的真实性这个时候你买入1/4。等到2个周左右，大家看到美国伊朗代表见面谈判有非常好的实质性进展这个时候再买入1/4。第三份就是停火2个周之后，美国和伊朗继续续约或者是签一个永久性协议，这个时候再买入1/4。最后一份，这个钱一定要留着，如果谈崩了怎么办？那你就抄底，没谈崩，这个股市上涨你也不用怕，你也赚到了。现金留着是为了未来的黑天鹅事件，这个一定要记住，非常重要。最后提醒大家一件事，今天晚上上涨也不用特别高兴。川普在2025年4月9日暂停征收对等关税90天，当天标普就大涨了 9.52%， 但是这个1个周就跌回去了，这个是第2次上车的机会。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图表，后来上涨了多少。最后再讲一下，自从战争以来，我做这个财经频道就发现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个可以作为我今后判断股市底部的一个量化因子。上一期节目我观察各种量化指标都显示底部已经出现，我制作了影片把这些指标都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但是后台数据显示它的观看量却是最少的，新增订阅人数也是最少的。之后我又发了2份问卷调查，问周一还有今天晚上看涨的人有多少，结果只有大约 30% 的朋友看涨。同时在最近1-2个周也有很多黑粉给我大量留言话说的都非常酸说我经常打脸怎么样了。因为最近1年开始这个 AI 崛起，我就开始用 AI 搭建自己的量化模型。人类的情绪和恐惧它都是可以量化的，什么 VIX 指数还有这个 CNN 的恐慌指数之类的都有。
所以根据这些量化数据，再加上这些情绪调查，我就基本确认了最近的底部在哪里。所以在昨晚我就又买入了 QQQ 的看多期权，看好未来100天纳斯达克的涨幅。在昨天收盘的时候就已经大涨了 17%， 我想今天晚上也会有更好的表现。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你永远赚不到你意识以外的钱。以后算命来说我也不会理他们，我也不会去说服他们。其实赚钱这个事啊，越少人知道越好。接下来的影片我可以多聊一下个股，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留言，我都会看。我知道现在大家都想听特斯拉的分析，还有 SpaceX 相关的，接下来我都会给大家详细分析。在这里再次祝福和我一起走过来支持我的朋友，祝大家财源滚滚，股票大涨。新来的朋友请订阅点赞，你的鼓励是我继续免费给大家分享投资知识的动力。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